一个都没给我留。傻叉，欧爷也要过瘾。妈的，你是条狗，咬死再多有个屁用，就不能给我留一个吗？帝都胡同，数名神圣骑士团遇到了黑山盘查。我去，竟然有枪！黑山激动的哭了，他们终于等到了1等功。突然，枪声从后面响起，10几个眼冒绿光的黑山冲了过来。别抢，这是我的1等功，这是我按到的，都别耍赖，都别抢，也许他们还有同伙。猛地和胡同遇袭让上面震惊不已。马德，他们以为这是难，给我一查到底，看看这些家伙到底是从哪蹦出来的。老总，我估计金总又在外面招惹到人了，所以他们采取这种方式报复。管他冲谁来的，立即查清身份。不到半个小时，结果就出来了，但不是军方，而是袁三才查出来的。我知道是什么人了，欠抽的东西，这件事你们不用管，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回事。严先生，乱门，我来处理，没事的。半小时后，袁三才来到帝都郊区的一处院子。不知袁先生来到，有失远迎。别文绉绉的，跟你的身份不相配。袁先生有事就说，何必嘲笑我？西方的血族来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关我屁事，我就是来说一声的。这个事不小，他们的目标是3金的媳妇跟儿子。的确是越界了，都死了吗？废话，他们当大侠是什么地方？障眼法，真正的杀招在后面。血族经营好几百年了，对咱们这边的渗透在清末就开始进行了。3金把6大资本家族搞定了，这本来是血族的肉，难怪他们敢越界，原来是仗着有理，隐藏在暗处的都有需要遵守的规则，那就是不能轻易越界。这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。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深浅。别说这么多没用的事情，告诉你了，看着办吧。你也知道3金这小子代表着什么，但凡他媳妇孩子发生点事，恐怕都会让国家陷入动荡。老汉点点头，但随即又摇了摇头。怎么了？李家的事得给我个交代。3金为父母报仇是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李家跟你们关系不大。有关系？那你是不准备帮忙了？我不出手，一定会出事。血族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渗透进来，采用的传教方式，你该清楚。那时候国内到处都是教堂吧？袁三才脸色阴沉下来，听出了老汉口中的威胁。老姜，你别太过分，好好掂量轻重。很多国人加入了血族，你们是分辨不出来的。袁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李家跟我们稍微有点关系，所以得给我个交代。让他们出手，就需要3金给个交代。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得为子孙积阴德。大国师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父亲，您把袁先生惹了，总得找个理由拒绝。得罪他只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明哲保身。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也是。飞轩，你经常出去，对这个3金有什么看法？能不招惹就不招惹。下午3点，山庄所处的区域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而下。接下来的3天，这场暴雨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老姜急忙找到国师袁三才。袁先生，滚，没空。是我说话不对，袁先生千万别放在心里，这里是一根千年人参。千年的呀，老姜你太客气了，弄根100年的意思就行了。千年的多珍贵，这玩意太稀少了，大佬那里也没这东西。没想到你家有啊，真了不起。大佬也不需要这些，只要袁先生能用得着就行。我哪用得着？是给3金儿子用的。那小家伙天生阴气太盛，必须得用千年人参调药才行。光有千年人参还不行，还得有圣山雪线之上的千年雪莲，以及千年何首乌、100年高龄的犀牛角等等。妈的，喷！太黑了。山里下雨了吧？这个绝对不是我做的。我们气象局领导是个外行，还喜欢亲自打炮，结果全打到山里了，现在正受处分呢。把人参拿回去吧，我又不会扎小人，这些都是人臆想出的东西。对了，老姜，你有3个孩子是吧？老大叫姜似水，老二叫姜焕章，老3是女孩姜飞轩。我记得当年你找我帮他们看过生辰八字，其他的要3天之内配齐。您就别逗我玩了行吗？我也一把年龄了，只想学学古人悠然南山下，不想搭理外面的事。药能治病，但是治不了脑子。当然我知道你不怕，老姜，本来没什么事，但你这么一玩可能就有事了。我什么事都不管还不行吗？管不管在你。说句实在话，3金跟血族还是玩得起的。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锦上添花的机会。你是老了，喜欢趴在里面，但考虑过年轻人的想法吗？有这个锦上添花，你们的年轻人就能出来；没有这个锦上添花，你们的年轻人就别想出来。西方有隐藏起来的家族，东方自然也有。20年前你们被一个人逼得狼狈不堪，20年后就不是狼狈不堪了，很有可能被灭掉。你要清楚，这个儿子跟他老子的做事风格不一样，所拥有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打造的势力结构更不相同。老姜，你听我一句，现在是最好的机会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说罢，袁三才准备起身走人。袁先生，等等，您的意思代表的是谁？你说我的意思代表的是谁？我就是气象局的普通员工，就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。袁先生，请赐教。你们家破冰的命格在飞轩身上，把她嫁给3金，届时必然能让你们再续50年辉煌。感谢先生赐教。行了，山里的雨停了，该做什么准备就做吧。走出饭店，袁三才给3金打通电话。
我帮你忽悠了个媳妇，别急着拒绝，人家是带嫁妆的，贼丰厚。自从上次一别，血族没动静了。三金很想念美人鱼的大长腿。三金哥想什么呢？想女人。小丽，明天开始你就跟欧文学习，记住，允许他们贪污，但必须得在我的范围之内，明白吗？小丽用力点头，眼中全是感激。怎么还哭了？发挥你的天赋，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。我就是太激动了，此生此世我就是您的人。好，去洗澡吧。美人鱼竟然真的派人去了蒙地，血族如果这么蠢，又怎么存活到现在的？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？有点意思，老子突然不想死了。隔天，一个30多岁的不列颠妇女找到三金。三金先生，您好，你是？我叫温妮，丈夫是红宝家族的佩斯公爵，我也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。您是血族人，对吗？三金，你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，只想跟夫人心平气和的聊聊天。三金用刀在手上划了个伤口，凑近温妮夫人，求你了，别给我鲜血好吗？既然是血族，为什么不选择喝血跟换血呢？我虽然是血族人，但受不了这种邪恶的换血。10岁那年，我亲眼见到父亲用母亲招待他的朋友，那一幕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所以你找到我，认为我能够帮助你们对抗血族？是的，因为你太逆天，我的丈夫感觉可以一试，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好，先跟我深入交流一下。想平安就得付出代价。事后三金笑得很开心。红宝家族有多少继承人？3个，其中第1顺位继承人是我的儿子约克，其他2位则是我丈夫其他的儿子。人在哪？一个在。我不管在哪，你得保证你的儿子是唯一的继承人，否则以你掌控30%不到的力量，很难垂帘听政。你的意思是？三金笑着递给了对方一个号码。我没什么意思，但肯定红宝家族不光只有你丈夫知道你是血族身份，关系到家族血统问题，他总得留一手。所以一旦他突然死掉，你赢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到了那时候，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什么都给你了，但是没人逼你，夫人，你有点太天真了，这样很不好。你无耻！不是无耻，共同的犯罪比共同的利益更牢靠。你不出面把佩斯公爵其他的儿子搞死，我怎么能信任你？号码给你了，打不打是你的事。我会把你儿子约克送到罗马国。我表哥是洪门的继承人，从前也是不学无术，但在我的督促下，已经完全具备独当一面的资格了。三金，你可真够厉害的。咱们说白了都是利益关系，而且我这个人特别谨慎，最怕阴沟里翻船。回到红宝，温妮夫人满脸沉重。陨石环保公司为您竭诚服务。环保公司，尊敬的客户，您有什么需求放心大胆地说，陨石环保会为您清除所有路障。我想杀2个人。另外一边，三金也接到了环保公司的电话。老大，温妮夫人已经下单了，那就尽快吧。陨石环保公司是三金最近筹办的杀手组织。美人鱼，既然你不想出来，那我就逼你出来。我倒要看看红宝家族落到我手里之后，你们血族到底冒不冒头。